好，那玉峰要带我们来看，其实就是因为气候变迁，现在日本的熊灾是非常的严重。好，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熊只入侵到人类生活的环境当中，甚至攻击汽车的画面，真的非常的可怕。甚至在这个札幌这边的动物园当中，也发现棕熊的足迹，现在得要赶紧来关闭，要来找出这个熊的踪迹啊。对，在过去来讲，我们会觉得说熊在哪里，在秋田，在比较东北的地方，现在一路南下，已经进到了首都圈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北海道。北海道那边有个牧场，然后牧场的话呢，他们有工作车，工作车就是要开车去喂动物的嘛。没有想到他们在前往的路上遇到了动物，然后呢就是一只棕熊，然后他们就想说奇怪，我们牧场内没有这只熊啊。想要绕跑的时候，你看到没有？这只熊它的吨位有专家看大概是2公吨，它的吨位是2公吨。然后呢，八股的时候呢，速度不够快，熊奔了过来。扑上来之后呢，你知道吗？它就是给你的车子的前面的钣金啪，对熊而言就是跟你打声招呼，拍了一下。可是你看结束之后，这个画面是什么？整个凹了下去，钣金已经被拍掉了，然后呢，里面已经看到什么了？看到底漆了。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工作车，一个小型的货车。如果这时候工作人员没有在货车里面的话，这个打下去，那你应该是粉身碎骨。好，刚刚是北海道，在札幌也有个动物园。动物园它也出现了熊出没，那你会觉得说，那动物园有熊不稀奇吧？不是，这是熊，它不是动物园里的熊吗？对，不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熊。然后呢，你看到没有？动物园它其实是有栅栏的。我看到这个画面，他们的栅栏已经被打开了，熊进来，然后呢留下了什么？熊的脚印。这个感觉像不像是侏罗纪公园？侏罗纪公园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在一个小岛，然后呢弄了通电的栅栏，结果没想到恐龙的脚印。对，恐龙的脚印，这个是熊的脚印。这熊的脚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当熊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打开你的栅栏进来之后，你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就是熊的食物。是。然后那如果有人来参观，对，那就危险了，那就完蛋了。那你觉得说熊会主动去这些地方不稀奇，但是拉面店你怎么会来呢？有一天开店的时候，上午5点多，拉面店的店员要开店嘛，对不对？结果呢，竟然打开门，后面的厨房遇到了什么？遇到了熊。开门见熊。对，开门见熊，人家转角见到爱，他开门见到熊，然后呢就受伤了，幸好他保住了一命。然后在同一时间呢，秋田县也有一个78岁的女性也遇到了熊，幸好也保住了性命，但是呢，他的女儿要去救妈妈也挂彩。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83岁的男性在自家的门口就遇到熊的袭击，脸部受伤。那这几个画面都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熊已经针对人类了。对，以前你会觉得一件事情是说，熊会不会是因为冬眠，然后没有冬眠去觅食的时候遇到熊小玉？可是他会去找拉面店，他会去找住家，他会在家门口等你，代表说他已经把人类当作什么？当做他的猎物了。对啊，以前都是零星的一些案例，不过今年看到熊灾的情况是特别严重，而且你刚刚说到熊不再冬眠啦。对，现在来说的话，为什么这么多只熊出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熊应该要有冬眠。那有冬眠的情况之下，人类就会有一段时间熊的空窗期，人就会在安全。但是因为气候变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熊它的居住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要想一件事情。人类有时候想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吃饱的时候。那你要冬眠，它就要储存很多的一个能量。那现在找不到食物，它就会没有冬眠。那另外来讲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是说，他们今年有去扑杀雄只，结果呢，扑杀熊之后呢，又进行解剖，发现他们竟然5公分厚的脂肪不见了。没东西吃吗？是这样吗？没东西吃，所以呢，它就是饿。饿的话，它就无法进行冬眠。然后它的这个生理构造会告诉他讲说，你要先去吃饱，你要冬眠才能够，你要吃饱才能冬眠。然后另外来讲的话，还有一种熊，它是什么？忘了冬眠，因为它没有洞穴。它要冬眠，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洞穴，它会觉得我在这个地方不会被受到打扰。所以现在来说的话，第一，它食物不够；第二个，它没有这个洞穴，然后它就忘记冬眠这件事情。以前就发生过，有一只熊，对，是这一只，你知道吗？它在札幌的刚玉事件里面杀死并吃掉4个熊，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现在的熊跟过去的熊有一种情况是，它把人类当成了食物，因为有专家也来研究，你看哦，它现在不冬眠的代表什么意思？它要去吃人，而人类的话，只要被它吃过一次，我们的皮肉是比较
又嫩的，所以它就上瘾了，它就会上瘾了。所以呢，以前那个明治时代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个熊就是这一只吃了去店里面。去住家里面，甚至呢，民众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也要直接就是把民众拍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吃它，所以呢，拍了头之后呢，这个人就当场死掉了，而这一只熊竟然就夺走4条人命。所以刚刚看到那些例子，有的逃过一劫，什么拉面店啊、汽车攻击事件，真的都是好在命大，因为接下来熊攻击的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对，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们讲说我们要遇到熊怎么办？用喷雾来攻击。可是导播，我们看那个画面。当熊，这个是模拟的熊哦。当熊从这个森林里面哦，它不是弄了几棵树吗？跑出来的画面，我们看一下。你要去喷那个喷雾，你会吓到。这个熊的袭击也太迅速了，然后一瞬间你就挡不住。那你想想看哦，如果在这个画面你也看到说，他拿那个喷雾还有点 K 的，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根本没有办法喷出。对，那你就倒了。另外来讲的话，岩手县还复兴他们过去的一个很特别的是吹箭手，就是你遇到熊的时候，你用吹箭。可是这都是以前的年代了，你现在来练习来得及吗？恐怕缓不济急吧。那现在来讲有比较快的方式是，你要是外送人员、邮务人员啊，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去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就会有面对到熊了。那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我就用什么？用鞭炮、爆竹。对，你要去送货，你要去送报纸，我就用爆竹来吓它。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变成一个什么熊的战争了。哦，之前还有一些民众告诉大家说，这个熊要爱护，然后呢我们要保育。问题是有些时候你跟熊直接遇到的时候，那你这种状况你是要先保护自己，对，你真的要先保命，要先保命。因为在俄罗斯这边的话，已经出现一个状况了，会储存食物的熊。这是什么意思？会储存人尸的熊？对，其实这个熊的食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日本明治时代的那只熊，它已经吃过人肉，然后呢，它已经上瘾。它对于人类来讲的话，已经觉得你是它的食物。所以呢，俄罗斯这边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研究，这个熊呢，人类是食物，所以怎么样？我在冬眠期的时候，我要把它储存起来，这个是最可怕的。然后呢，它会以猎杀、储存食物，然后作为它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它竟然还把这个被攻击过的这男性的尸体就埋在土里啊？对，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不是为了我现在饿，所以我要去吃你。他已经有一个智慧，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多去攻击人类，然后把它轻轻的埋了一层。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太快腐烂。当我没有短时间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时候呢，我就要再把你挖出来吃。这像不像是他们已经学会人类的方式？我们就变成它的食物了，它储存起来，有需要就来吃。然后呢，这个棕熊来攻击之后啊，你会知道。它为什么这些熊都是攻击面部？你看看，它算运气非常的好哦。它是俄罗斯的猎人，结果呢，他根本来不及开枪，甚至还发生过有些案例是什么样？你知道熊来了，你对着熊开枪，熊有没有中弹？熊中弹了，但是它翻滚之后呢，继续往你扑过去，你是来不及逃的。所以他们为了把人吃掉，所以它都会攻击你的头部。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日本或俄罗斯，很多的人被攻击之后，你再去解剖，发现他的头盖骨是真的粉碎了。好，我们看到凤凰台风来势汹汹。那么事实上，现在气候异常的情况之下，台风好像也越来越强。我们就要请国珍带我们来看啊，目前正在巴西所举行的这个气候峰会。其实这一场气候峰会现在被外界质疑了，原因是因为美国缺席了，中国来补位，但被质疑说是假的环保大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人说，真正破坏气候的其实根本就是中国啊。对，我们要解决这种极端气候跟台风越来越强的问题，其实要靠联合国，看大家一起努力嘛。所以每年都会举办气候峰会，今年刚好第30年，全世界各国领袖都会参加。那美国当然是川普其实不太认同这件事情，所以川普就没有参加。中国就变成老大哥，你看习近平一开始就致辞，然后还派了一个7常委之一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去参加这场峰会，非常看重这场峰会，非常看重，而且。巴西的总统鲁拉还特别进会场的时候，还搭了比亚迪进场哦，代表他很重视气候变迁，给足了面子啊。对，希望地球能够越来越好，所以他用电动车。可是人家却会笑说：“哎，你这场气候峰会根本就不是保护地球的峰会，而是在砍雨林大会。”什么叫砍雨林大会？你知道吗？一开始为了举办这场大会，巴西还盖了一条所谓的高速公路，说要去迎宾大道，结果竟然是砍了一个叫贝伦环保保护区，把这个雨林变成铲平，你知道吗？变成遍地泥泞跟
跟原木，所以当地的居民说，我们不是一起开大会要来保护说不要砍雨林，保护我们的生态吗？对，结果你变成破坏生态大会，怎么一开始进场就这样，而且还为了中国的大豆大量砍伐雨林呢？那我们来看说，它到底引起什么争议？这条叫自由大道当地居民就想说，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真的叫迎宾大道吗？你迎宾大道怎么把它开到自然保护区去了？所以整边都是自然保护区，我们看到的森林呢，所以这原本可能都是雨林，结果现在变成道路。对，它是贝伦保护区，当然举办的地方叫贝伦，可是它是往森林里面开去到底是开森林是？森林开到路开到哪里，森林砍到哪里？我们看近景这就是他们引起他们抗议的地方是，这明明就是一个热带雨林，里面有很多的生物，还有当地居民会去捕鱼或者是采果子来赖以为生。结果他们现在说，你把它砍光了，我怎么过生活？而且很多野生动物会死掉，会路杀嘛，因为高速公路一开，那你到底是在开所谓的保护雨林大会，还是在砍森林大会？结果当地的官员还承认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根本不是只是做迎宾大道而已，未来还要什么？你知道吗？要盖饭店、盖港口，很多邮轮都会来，所以你根本就是为了开发当地，趁着 COP30所谓的气候峰会的名义来开发所谓的整个当地的雨林，所以雨林就会因此会大量破坏。所以为什么人家抗议？抗议说你未来是不是让很多的滥砍森林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因为道路开了，更方便去砍雨林。那不止这样他们砍雨林这几天还在研究的事情是怎么样吗？要把亚马逊河上游的雨林砍更多。那什么叫砍更多？是他们计划要把一个叫托坎廷斯河的有一大堆的岩石在这里，绵延大概35公里。那这些岩石在这里会造成怎样，知道吗？他们要往上游去开垦亚马逊河的时候，要种大豆的时候，这些河道不方便，所以打算把它炸开，你知道吗？炸开之后，它就会干什么？你知道吗？把大量的上面的上游的雨林把它开发掉，种大豆。所以他们现在喊着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炸掉的话，可以变成什么样？媲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粮食霸主。大量炸了这个要为了种大豆，炸了之后，船可以开到上游，亚马逊河的上游去砍更多的森林来种大豆。他们还预估巴西政府预估这一条河一旦开通之后，可以向北部就是出海口，可以运输1年2000万吨的玉米跟大豆。当然，当地的联邦法官说：“你们在干嘛？你们会破坏很多人，因为很多人是在靠这里捕鱼，还有原始生态，你们怎么办？”所以引起了很多抗议。但是这条总共要花76亿美金，2000多亿台币。所以这个工程下去的话，整个雨林他们怎么都来推估这件事情排放的影响其实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地方刚好是在这个峰会的上游500公里的地方。那他们也讲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做？是因为巴西的温室气体主要就是砍森林造成的。是。结果你现在正为了什么？这些农业扩张非常的快如果廉价的航运，只是会让趋势更严重。就是你把这些航运把它开通了，上游砍森林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那多严重，你知道吗？有人去统计一件事情，就去年1月到11月，你知道巴西烧了多少森林吗？因为巴西很常干一件事情是放火烧森林、放火烧农田，然后烧掉之后，不是野火吗？当然有些是野火，可是有些是人为去破坏的嘛。结果去年一整年到11月，总共烧了2970万公顷，是6年来的最高哪里受害最严重？你知道吗？亚马森林地区受害最严重，烧掉了760公顷的森林。森林被烧掉这么多，那你听到这些数字会觉得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烧掉刚好1年烧掉一个意大利这么多，这么大范围。大量的森林、大量的雨林被砍伐掉，但这也和中国有关吗？当然跟中国有关了。我们看下一页就知道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这《纽约时报》他们去采访他们当地的官员，他们现在非常担心，到底是在开气候峰会，还是在砍雨林大会？因为巴西跟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推一个政策，是什么？把所谓的大豆禁止的政策给取消掉。我们知道过去几年，我们为了保护地球不要极端气候这么严重，所以很希望巴西不要再砍雨林了。所以有一个政策叫大豆禁止，为了保护亚马逊的森林，所以就禁止砍森林。大豆停了，你不要再过来了。结果因为中国跟美国正在闹所谓的贸易战，一颗大豆都不跟美国买，那不跟美国买，跟谁买？跟巴西、跟阿根廷买。所以他们的官员就反对，你知道吗？他们环境部反对砍伐森林的主管叫利马，他说什么？为了出口大豆给中国，把这个禁令如果取消的话，亚马逊森林会有2500万公顷会被开发掉，这个状况会是20年来最严峻的。所以这也就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之后的一个后续的影响，就为了中国要买黄豆，要买大豆。所以开着比亚迪入场是2个牵手，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为了
保护地球的极端气候，让极端气候台风不要这么严重了，雨不要下这么大了，还是想要砍雨林？现在被人家批评是你们到底在开什么样的气候峰会？还不止这里要破坏掉，亚马逊森林可能会有2500公顷，还有一个叫塞拉多的生态园区，也是为了出口大豆，所以大量破坏哦。什么叫塞拉多生态园区？就巴西除了亚马逊雨林之外，还有一个第2大，200万平方公里，有相当于3个德州。结果它现在有一半都已经被转做大豆了，1年就开发一个美国罗德岛州这么大的大豆田，范围都好大，整个范围非常大，破坏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气候峰会，我们看到台风这么严重，台风为什么越来越严重？你看巴西跟中国搞了，就知道为什么地球会这么糟了。好，那另外还要请廷辉带我们来看哦。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山林里头有很多太阳能板，中国一直打着这个绿能的旗帜，想要大赚一笔，但是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打错了呢？对，为什么如意算盘打错？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整个政策翻盘了。以前拜登就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最强调绿能的，最强调气候变迁的。那时候呢，其实美国已经有开始在防范了，防范什么东西？比如说中国有一些华为，他们要做什么电动桩啊，或怎么样之类的，都打回票。但是呢，对于比如说比较没有国安疑虑的，像太阳能板啊，或者是风力发电等等这些东西，其实美国是可以接受的哦。但问题是，中国它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到说，美国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他们中国就大力在搞这个所谓的绿能方面产业。但绿能产业搞过头之后呢，结果川普一翻盘，石化产业完全就是回来了。这时候呢，他们不要绿能产业的情况下，中国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出口。没办法出口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就只能骗山骗野的到处摆放它的太阳能板了。你看到这个山头全都是太阳能板。对我们说，如果台湾有一些水库呢放太阳能板的话，这不足为奇啊。你看到整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它的山坡在这个边坡来讲的话，这个基本上如果没有水土保持的话，这个非常的严重了。那这样有多少的破坏才变成这样子啊？如果像台风一来的话，大概来讲的话，或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土石流的话，大概这些东西下游大概都会受到影响哦。但是这个也可以凸显出一件事情哦。中国它本来这些所谓的能源产业来讲的话，绿能产业其实是最耗资源，而且又是会破坏当地的环境的。因为相关来讲的话，这些所谓的山坡地来讲，你有没有做水土保持评估？你有没有做任何的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都是会影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为什么中国会翻过来，他们自己干脆就自己安了嘛。也不安的话，反正来讲的话，这些都浪费掉了。那现在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开始在找。比如说这些东西可能输出到非洲“一带一路”的一线的国家，然后造成这些国家来讲也会像他这种情况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算计的美国不买他们东西了，所以整体的贸易战来讲的话，不是只有涉及到传统的这些所谓的产业而已哦，包含现在中国认为自己最夯的绿能产业都会受到影响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